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从今天 AI 困的云图上来看，我们看到很多板块都出现了上涨行情，其中上涨行情最激烈的板块分别是 Solana 板块、DeFi 板块、元宇宙板块。那这三个板块呢，也是我们最近行情分析当中的热点。那么我们认为DeFi 板块是跟随 BNB 走势的。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回到最近一段时间最热点的币种 BNB。那 BNB 呢，已经完全站上了$700上方。这段行情呢，它是一个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形成之后，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突破。我们看到一个大阳线在5月21日这一天走了出来。那这根阳线呢，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管它叫做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后面走出一组干扰性 K 线，但这组干扰性的 K 线没有跌破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也就是5月21日的开盘价$576。之后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干扰性 K 线走完之后，上方走出了8阶阳线。那目前到达高点之后，它走出的这根阳线，我们管它叫做沙僧阳线。那有了沙僧阳线之后，再往上走呢，我们认为行情是有机会走出唐僧阳线的。走完唐僧阳线之后，我们就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更大的一个时间周期。那在更大的时间周期上，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5月初的这一周走出悟空阳线之后，那上方呢正在走的是8阶阳线，也就是说周线级别上我们还有更高的预期。目前走出$716高点之后，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认为上方在周线级别对于 BNB 来说是有机会走出它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那么一轮周线级别上涨期完成之后，可能会发动的平行式的结构就会与21年2月到21年4月这轮行情相互平行。这也是目前对于 BNB 来说有着$1500向上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理论性的支撑，在日线级别上还是周线级别上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向上发展的一个趋势所在。那这轮行情的热点币种还包括 ORDI 铭文板块当中的龙头。对于这个币种在上线 Binance 之后，我们看从$5.91涨到$97，高达15倍的涨幅之后，在上方形成了一个比较缓和的一个震荡的趋势。那在这个震荡趋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里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动了变盘。我们看到这里的变盘呢是跌破了收敛三角形的底边线，跌破之后呢，我们认为下方出现了一个黄金坑，同时这里的黄金坑进行了一个回补动作。那这里的回补呢是针对刚刚上线 Binance 之后快速上涨结构当中形成的上涨过程当中的筹码空缺区进行了回补。那么空头方向进行一次回补之后，开始发动反弹。同时我们可以把目前的收敛三角形延长线通过焦点之后的延长线延长过来之后，发现它从黄金坑已经徐徐走了上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前 K 线，目前这里的 K 线呢是发动了一定程度的突破。那这里的突破呢，我们看到是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目前的 K 线站上了200日均线，站上了144均线，正在向169均线进发。同时呢，目前的这个紫色线和蓝色线，那这两根均线呢是5日均线和10日均线在这里显示，均线、10日均线有向上突破144日均线、169日均线这样的一个趋势。因此呢，目前对于 ORDI 这种板块轮动之后出现的热点币种是可以进行一定进场的。进场之后呢，我们认为5日均线和10日均线构成一定的支撑，在这个位置上进行止损设置止损。设置止损之后呢，它的一个向上的预期，我们认为是能够穿透上方筹码密集带。这个筹码密集带呢，大概是在$62附近。如果能够站上$62，它将完成本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同时呢，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在上涨过程当中，对于周线级别来说，它有非常清楚标准的悟空阳线和8阶阳线。所以呢，对它的预期，如果上方能够穿透刚才我们提到的$62的压力位的话，在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出现之后，我认为它有机会重新回到$100附近就当前的价格仍然有45%以上的利润空间。BNB 大涨之后呢，很多人对以太坊的行情表示焦虑。我认为这里以太坊很快将会进入到变盘的一个区域。我们认为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区域容易发生变盘。从当前日线级别6月6日的走势来看，这个收敛三角形已经开始出现突破。那这个突破呢，是在4小时级别上发动了一定的突破。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在上方它的收敛三角形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是目前为止，这个以太坊走势不是十分规律。前面行情当中，由于通过 ETF
有了一个巨大的阳线，涨势过快，没有进行完整回补，就在高位出现整理。那么这个整理之后，在收敛三角形近焦点附近发动突破之后，是有机会有概率继续上行的。但是呢，这里风险也比较大，原因是它的走势在日线级别的这里走势比较极端，没有进行回踩。我们认为下方起码要回踩到$3500附近，这里的3500呢是前面行情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波谷连线，两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位。如果回踩到3500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进场的点位啊，没有在这个位置进行回补的话，上方高位震荡风险比较大啊。但是呢，我们认为 BNB 将引领一波行情，所以呢，以太坊也有一定的机会啊，在这个位置当前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位置，可以进场一部分的仓位。同时呢，目前来看，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阶段啊也非常关键。刚才我们分析 BNB 的时候就有过一定的观点，就是 BNB 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有继续上行的、继续突破上行的一个反转的需求。而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同样我们也看到了啊，之前的大阳线在5月22日、5月21日这一天走出来之后，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它也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这里的悟空阳线是日线级别的。如果继续上涨的话，它的八节阳线、沙层阳线、唐僧阳线有机会走出来。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长期领跌，并且形成了一个方向偏下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那么上方一个压力位在0.057这个比值压力位附近啊，如果发动突破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沙僧阳线、八节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在这轮行情走出来。如果这轮行情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快速上行，那么势必将会带领以太坊通向$10,000的高点。那上轮行情，我们认为 GameFi 板块当中的龙头是 Gala 和 YJJ。那么 Gala 在这轮行情当中还没有做出动作，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它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我们认为目前已经走到近焦点区域附近，所以呢，它的变盘很快就要发生。同时呢，我们看到下方的144日均线啊，日线级别的144日均线是它的一个很好的支撑，所以呢，在支撑位上方发动变盘是容易出现对称性平行式的上涨。这里的平行上涨呢，指的是2月份到3月份的快速上行啊。如果出现平行式上涨的话，那么对于 Gala 来说，有着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同样的 YJJ 也有类似的走势，在这个走势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箱体结构，目前已经站上了箱体结构的上边线。那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也将要到达变盘的近焦点附近，但是它是一个方向偏上的收敛三角形，所以呢，如果经历回踩到达筹码密集区$0.95附近，是一个好的进场的位置。今天早盘我们观察到有一个币种 AI 那 AI 是一个非常永恒的，在这轮牛市当中的一个热点话题啊。那 AI 目前走势来说比较平缓。那么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它的4小时级别目前走出了一个底部的结构。底部结构走出来之后，在底部结构的上方的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了4次的位置的波峰。等位置波峰形成之后，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因此呢，在这个位置上，它做出了突破性的动作。突破性动作之后，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169日均线、200日均线被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上穿，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清楚、明显的一个多头的信号。因此呢，伴随 AI 的多头趋势，我认为之前从$2.3到$0.73这一轮行情的快速下跌在这个位置上要重新被多头涨回来所以呢，对于它来说，我认为可能会出现一个翻倍的预期。同时呢，对于 AI 来说，它是本年1月份刚刚上线 Binance 的一个次新币种。对于次新币呢，往往是资金方面上的一个热点所以呢，对于热门板块、热点币种热点的单词儿的这个币种，我们要给予一定的重点关注。同时呢，目前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有这样的趋势。与此同时呢，这里的设置止损的位置应该是在$1.25附近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箱体结构中线，也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在这个位置设置止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对我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联系我购买这本书，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